土耳其国父是谁？凯末尔，你知道吗？凯末尔是把土耳其推向西化运动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的西化运动不只是模仿西方国家的制度，而是必须将西方跟土耳其做一个整合，摆脱奥图曼帝国的影子，才能打造一个进步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土耳其跟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都不一样的原因在这边。我们这一趟从杜拜再到土耳其，都是很特别的伊斯兰国家，他们都没有政教合一。而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呢，他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将伊斯兰教的休假日从星期五移至星期日，这是非常大的改革哦。因为在伊斯兰教的大礼拜日就是星期五，而且他实施了鄂图曼文字的字母改革。重点，欧洲国家的法律是他制定刑法跟商业法的基准，然后实行了全民穿西装活动。他在政治性的硬规定可以看得到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它的西化运动，在电影、在书本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西化因素。比如说，在1930年代，土耳其上映的外国电影除了有土耳其字幕以外，还会加上法文的字幕。但是法文的字幕呢，也让当时的民族主义者呢不是很高兴，所以后来呢就取消这种双字幕，因为占太多空间了。其实啊，在台湾、在华人世界都一样啊。常常我们会看到有打字幕，对不对？其实，在欧美国家、日本都没有在打字幕的，他们很常呢就是用听声音的方式啊。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呢也有很多学习西方礼节的书啦，还有了包含了像西方国家打招呼的方式啊 ，Hello 啊，很轻松啊，很俏皮啊，或者是像亲吻女生的手，这些都是在当时的西化方式啊。那凯末尔的西化运动呢，所带来的西化也叫法国化，是一直到1950年代前都影响了土耳其的社会。那现在来到的就是凯末尔的陵寝，因为他对于土耳其变成了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国家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导者。那为什么他的西化又叫做法国化呢？因为土耳其跟法国两国早从鄂图曼后期就开始有很密切的交流，法国的文化啦、思想啊，对土耳其的发展都有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在鄂图曼帝国塞林三世的命令底下，他就派遣留学生到法国去学法文。那法文同时也是外交上主要的语言，而且那个时候法国很强啊。那奥图曼帝国所派遣的学生呢，就把法国的哲学、科学、军事、文学书籍带回了奥图曼帝国。所以再次强调，知识它是非常大的财富，要脱贫一定要靠教育。所以在这个国家它没有办法往外发展的时候，它就是派出去留学啊，然后带回外国最强大的文化啊。那这也是在当时少数土耳其精英学校会使用法语教学，重点就是因为他们都去留法了。而法文就变成当时知识分子需要学习的语言。1839年后，奥图曼帝国呢都进入了改革的时代，他派了更多的留学生，不只是在法国，在欧洲其他地方都有学习很多的知识，但是还是以法文为主。我们现在来到了安卡拉，是土耳其目前的首都，而凯末尔的陵寝也就在这个地方。那你知道吗？凯末尔跟西化跟法国有什么关系呢？法文当时影响奥图曼帝国最深的地方，也就是在靠近爱琴海，在希腊境内的塞萨洛尼基城，那个地方也是凯末尔他的故乡。而奥图曼帝国的西化政策、改革政策呢，并没有让他成功抵抗一战以前的列强攻击，所以奥图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灭亡了。之后就是由凯末尔所带领的土耳其，所以土耳其在凯末尔的带领下，就出现了最强的西化政策。而这个西化政策呢，在1990年代末期，土耳其甚至呢还以加入欧盟为目标。所以我们到土耳其，你看到土耳其有很多，包括它的铜板啊、
还有它的车牌啦，做的都跟欧盟的很像。其实当时就是以加入欧盟为目标，所以更强化、更积极的改革，让自己可以取得欧盟大门的钥匙。但是呢，你知道吗？这有一些事情呢，就是很难改变的。伊斯兰跟天主教、基督教世界啊，在多次的敲门，还是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土耳其后来改变了外交方向，决定不再倾向欧洲国家，与欧盟间的热度也慢慢的下降了，进而才会产生了2016年的土耳其近代史的政变。所以当我们来到凯末尔陵寝纪念馆，其实不讲这个故事，大家不知道政教分离对土耳其有多大的影响。Sarkak'a itiraz ol. Nöbeti vukuatç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İbrahim komutanlar lazım. Nöbeti vukuatç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Çanağa dönük İstanbul. Nöbeti vukuatçı olarak teslim ediyorum komutanım. Gürkan Kaya Ordu. Nöbeti vukuatçı olarak teslim alıyorum komutanım. Sık! Omza! Saslanır! Konsolunu! Marş! Sola! Dön! Sık! Omza!在现在的土耳其国家里面呢，崇尚西化、民主化的土耳其人民呢，他们一定认为凯末尔当时他的政策让土耳其能够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伊斯兰国家当中经济非常好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我相信反对派永远也不能够接受凯末尔他所带领的方向。反正任何的事情就是一体两面，有人喜欢，也有人反对。来，我们离开了凯末尔的陵寝之后，我们现在来到了土耳其的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盐湖。这个是图兹湖。对沿海国家的人民来讲啊，盐一定是海盐啊，海盐一定是最主要的调味品啊。但是对于不靠海的地方呢，它有可能是盐湖里面出产的盐，也有可能是盐，就是石头岩石的盐。盐湖又叫图兹湖，是土耳其的第2大湖，整个国家1半以上使用的盐都从这个地方来取得，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咸了哈。那盐湖呢，独特的白色景观呢，就会吸引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湖面如镜面的时候呢，就会有天空跟湖水连为一体，叫做天空之镜。那今天刚好有起风啊，所以有波纹的时候，它就没有天空之镜了啊，就有天空之浪啊。那在这里呢，大部分的盐呢，都是从这里的湖水捞起来，然后呢，再去呢做提炼，所以在这边都可以买到当地最具特色的盐。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卡帕多奇亚。卡帕多奇亚很有名的地下城叫凯马克利。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会讲一个真想找一个地洞钻走哦。在凯马克利啊，还真有很多的地洞啊。而这些地洞呢，其实住的都是人，不是蚂蚁啊。
哦，小心。拜拜，一起走，一起走。来吧，我们现在钻到地底下来啦。在这里有很多个地下城市，超过100个，很多都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凯马克利地下城呢，算是当中被发现最完整、也最早、也最适合观光客进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进来看看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洞。你不知道，还以为是蚂蚁挖的嘞，到处都是洞穴奇观，在这里面应有尽有，因为以前的人就坐在这里面嘛。我告诉你，要是以前的学校设定在这个地下洞穴里面、地下城啊，那还得了？这个学生翘课你根本抓都抓不到哦。在凯马地下城里面呢，可以容纳3000人，完工的呢有85米深，其实是非常深的。你想想看，在这里面隐藏式的生活，哇，整天暗不见天日啊！控制这整个地下城市的温度、湿度，才是它最大的重点。准备离开地下城了。大家在看地下城的震撼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到一件事情呢：除了挖掘的功力之外呢，水的问题呢，储藏的空间呢，通风口呢，还有包括里面如果有人死掉，要埋在哪边呢？还有这里面的温度、湿度该如何换气呢？所以凯马地下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有很多的科学方法，让地下城能够运作的跟地面上的城市是一样的。那离开了地下城，那我们当然也要来看看卡帕多奇亚它的景色，在地面上的景色。所以我们要来到全世界最有名的热气球之旅，它就是卡帕多奇亚。你非得坐上去飞一趟，你才能够饱览所有卡帕多奇亚最特殊的景观城市。热气球。坐过热气球吗？如果你坐过热气球，你也喜欢热气球，那你一定要来体会看看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第一，超级多颗，超级壮观，
再来呢，飞上去的感觉，就算你没有坐在天空，在地面上看，都是一场非常棒的飨宴，因为你很少看到这么适合热气球飞行的地方，在这里一望无际，在这里的湿度、风、空气、温度都是这么的适合卡帕多奇亚热气球。好玩吗？好不好玩？太好玩了！好，开心，真的是很高兴，值得，好玩，好玩，真的好玩。Cheers！ 卡帕多奇亚呢，它隐藏了巨大的奇迹，而且呢，长达了几个世纪，从地底下到地面上，地下城市一连几个月隐藏多达几万居民的行踪，而地面上呢，则有最特殊的地下洞穴。你知道吗？这里超过了2000年的历史，从它的窑洞，还有呢，从它地底下的地下城市，都是非常知名的。土壤当中缺乏水分，让这些岩石呢具有延展性，易于塑磨，所以它才有办法挖地下空间不会坍塌，也才有办法把它这些火山所留下来尖凸的这种山形挖掘的洞穴饭店。很多人来到了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就会想要体会当地的洞穴饭店。但是我认为洞穴饭店真的很看人住哈。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正的洞穴改造而成变成饭店的。洞穴饭店它有独特的卡帕多奇亚的这个魅力啊。洞穴饭店在卡帕多奇亚是很特别，也很有特色，也非常有名，价格也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呢，它的独特之处呢，就是能够深入感受卡帕多奇亚地区的独特魅力，还有呢，可以让你真正进入这种1000年的洞穴里面。然后这些洞穴饭店呢，就会把这些洞穴原本是一些传教士在住的地方呢，就改建，然后变成了现代化的饭店。但毕竟它是用这些土丘下去改建的，所以它没有办法跟现代化的饭店做比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到国外，你想要体会这种特色饭店，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它都是以1000年的古迹，或者是当地的建材、石材，甚至像我们看到的这些洞穴饭店，它基本上是外形不能改变的，它的内在可以改变，但是它的内在的改变的限度是有限的，你不能改到里面是超级现代化，
然后呢影响到外面的结构，所以再怎么改建，它都还是要符合它的环保、它的地形、它的历史样貌。所以来住这一些饭店，它最主要是在住它的历史价值意义，还有它独特的魅力。所以对我来讲，这种洞穴饭店它根本就是超5星级的饭店，因为它的历史意义呢已经超越了它本身这个饭店豪不豪华的水平，它不是在同一个基准点上面去谈论的。所以我常常认为，有时候你要入住一个古迹5星级饭店，或者是这种洞穴饭店，你一定要先了解你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有的人会进到这种饭店，他会发现这种标榜5星级根本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现代化的5星级饭店这么豪华嘛，其实都错了。这种饭店它还是很棒啊，但是它的价值意义不在于它的现代化设备，因为你要现代化设备到哪里你都住得到啊，你只要到大城市你就住得到了。但是你要住到这一种有历史意义、特殊地形的饭店，你根本是有钱都不一定住得到。所以这有时候认知很重要。当你对这个国家历史文化你都有认知的时候，住上这些饭店你会感动一辈子啊。但是当你要享受的是最现代化大城市的地方，那我觉得你的旅游目的地就不能离开太现代化的地方。所以当认知一样的时候，旅游起来就会很好玩。卡帕多奇亚它独特的地形地貌，还有它土壤当中缺乏的水分，所以它的岩石呢就具有很大的延展性、雕塑性。当地的这种凝灰岩跟石灰岩的土壤呢，很容易用铲子等等简单的工具呢做雕刻，所以很容易挖洞穴。同样呢，它的火山屑物质呢，它自然地形就成就了很特别的童话般的烟囱，突出地面，整个都一根一根很特别的尖顶啊！这就是卡帕多奇亚最特殊的地方。露天博物馆顾名思义就是在户外，这个是一个岩石教堂群，在这里呢，许多用岩石开凿出来的教堂。听名称你会以为是看奇岩怪蛇的博物馆，实际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呢，这里是宗教圣地。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它的艺术价值意义存在。哥勒美露天博物馆从岩壁上面有各种宗教寓意，叫做湿壁画。这些湿壁画才是它真正最有价值的地方。人们的心灵信仰是有多么重要，在这里一览无遗。从古至今，人们的信仰、人们的心灵，其实我觉得是很脆弱的，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宗教的抚平。
教堂群大大小小，大概10几个吧，有从山壁开凿出来的古代餐厅，有坟墓，有教堂。这些呢是从西元第14世纪开始，就陆陆续续呢由当地的东正教来开凿建成的。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宗教壁画，因为地处偏远，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当时呢在于宗教彼此之间的斗争，不管是天主教跟新教之间，或者是新教跟伊斯兰教之间，当时宗教的对立屠杀都导致成这一些传教士们躲到这些岩洞里面来。那他们在岩洞里面呢，还是要有信仰，所以这些岩壁上面他们就画了很多的石壁画，大部分都是宗教。那这些石壁画很多宗教的画作呢，在里面有很多都被破坏了，这些都是宗教之间的问题啊。因为在第8到第9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圣像破坏运动啊，当时破坏了这里很多完整的遗迹。但是其实认真来说啊，不管是对于基督徒或者是爱好历史的人呢，哥勒美露天博物馆呢，都一直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从它的历史意义，从它里面的画作，它所承载下来的故事性，都非常值得一看。1984年，它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我觉得土耳其的旅游文化资源呢，从地理到历史都有，这个是很难得在旅游国家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多年前我到土耳其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迷人的魅力在这里。它的地形非常的多样化，然后呢，这些地形当中呢，又夹杂着伊斯兰跟天主教之间的恩怨、矛盾、情仇啊。那卡帕多基亚更是当中非常典型的宗教之间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它的地形，世界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既有特殊风景又有独特地形，再加上还有历史文化的地方。我觉得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部卡帕多基亚，它就是拥有这样子多元组合的地方。东西大约400公里，南北大约240公里。它的独特地形是因为火山熔岩凝固沉积进而形成的特殊地形地貌。在被侵蚀的岩石，它有千姿百态的样子呢，就树立在你的眼前了。它被列为世界遗产，也是预料当中的事情啊。而这些火山岩层呢，经过风化侵蚀呢，就变成了这样子的奇岩怪石啊。蘑菇形状的啦，人体生殖器官形状的啦，大部分都是一根根一条条的哈，矗立在眼前啊，所以还蛮趣味的啊。到此一游，任凭想象啊。卡帕多基亚的历史太久了，到处都是好像会有一个快乐跟悲伤的故事啊。尤其是远远看过去，这种密集恐惧症的还会怕哈，因为这岩石上面一个一个洞啊，这些洞啊，以前都是住人的啊，传教士啊，或者是逃难的啊，都住在这里面啊。中国的古文化历史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天无绝人之路"，那西方的文化当中也有一个"上帝关了一扇窗，也会开了另外一扇窗给你"。你想想看，以前的这一些传教士被破坏，然后没有地方躲。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的来到这个不毛之地，很荒芜，但是却看到了这些岩石，就在这些岩石作为最好的天然屏障而住了下来。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很奇特啊？怪石林立，在以前你哪会觉得这里是一个特殊的风景点啊？时代不同就造就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想法啊。以前的人觉得这里是不毛之地，后来的人
觉得这独特的地形跟气候呢，发展出热气球观光产业，把卡帕多奇亚一举推上了国际的舞台。地下城市以前是活得有多克难啊，后来挖掘出来变成后人在赚钱的，对吧？所以呢，现在这些地上的蘑菇，这些地上的凸出来的土丘，也变成了洞穴饭店。一大片的怪石林立，高低落差，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都可以看到不同的美景。在以前，这里是荒芜的，这里是生活困苦的，这里是被逼没有办法而住到这个地方来的。如今呢，前人辛苦挖掘下来的东西，很难想象1000年后它变成了现在这个国家可以赚钱的观光胜地。这个就像以前我们会说，哎呀，裤子破了就换一件吧。你怎么知道后来破牛仔裤，裤子破的越多，破到不能再破，竟然是一种 fashion， 是一种潮流呢？对吧？以前我们会觉得衣服要穿刚刚好啊，不要太紧，也不要太宽。你怎么可能想象得到，如今穿一件很像麻布袋套在身上，或者是呢这件衣服大到好像垃圾袋穿在身上，它是 oversize 的衣服，却是一种潮流呢，对不对？所以啊，不同时代创造出不一样的眼光、想法跟历史价值，是不是？所以没有绝对的对或错。你当下的环境有可能就是创造日后的历史啊，这个世事无绝对啊。有时候我们当下很坚持的事情，有时候回头一看，它好像也没什么嘛，对吧？有时候你自己想想看啊，很多时候为了家庭，为了老公，为了老婆付出一切，为了小孩付出一切，把你所有的青春全部都送进去了，到最后呢，有没有想过，有时候老的时候呢，怎么只剩一个人呢？当时你再忙再累，都要赚钱养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家庭小孩。但有时候到了年老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寂寞，有点孤独啊？其实这也是我做这旅游节目很大的要素之一啊，可以让很多孤独寂寞的人，你不孤独，你不寂寞，你可以跟着我们环游世界。如果你身体好 ，Follow me， 跟着我们一起走。如果你真的走不动了，那看我们的电视，给我支持，让我们在家里面也能够环游世界。当然，你能够跟我走是最好的啦，对吧？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存在，也是在疫情过后，我还坚持着去创造更多不同的旅游节目，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全世界的美，让你不寂寞。
土耳其古驿站对我来讲是小景点、大历史。为什么？每次看到这个，我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做快马加鞭。跑得很快的马，再加上一鞭，马会跑得更快啊。比喻呢，快上加快啊，加速前进啊。但是不知道骑摩托车加上一鞭，它会不会骑更快？当然不会啊，你要吹油门，对不对？那古驿站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以前的人啊，你知道啊，你骑马，不管是邮差啊、快递啊、商人啊，他们呢南来北往上千公里、上百公里，有时候这一趟的旅程呢，就需要呢半年到1年。那你知道中途他们在哪里休息，在哪里补充自己的食物，让马儿吃草喝水？古驿站就是。所以以前它就是中继的休息站啊，就像我们坐游览车，对不对？我们坐开了这个200公里，也要找一个休息站休息一下吧。古驿站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些古驿站呢，为了防止盗匪，所以通常它都会盖得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壮硕，让所有的商人、快递、邮差等等送信的使节都能够在古驿站休息。而这些古驿站呢，它就见证了非常多的历史，见证了东西文化的历史，从中国来的啦，从丝绸之路来的啦，从欧洲到中国去的啦。以前在没有海路时代的时候呢，就要走陆路，这一些古驿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虽然小，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凡。我相信所有人对土耳其的印象一定就是可以看得到旋转舞，那一些让人看到头都晕了的旋转舞发源地就来自于梅夫拉纳博物馆。梅夫拉纳博物馆呢，哇，好绕口哦，它就是旋转舞的发源地。旋转到最高点晕倒吗？不是呢，升天。所以旋转舞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它一只手向上接天上的，一只手向下接地上的啊，好像呢接地线啊跟天线的概念是一样的，串联了天地之间，旋转到最高境界，绝对不是晕倒啊，就是呢会什么，也不是晃神，是出神入化啊。所以呢，这就是人神之间的一个串联点，而这一些旋转舞就是结合了神跟人之间，把神结合下来，把祝福传递给世人。而旋转舞的发源地在孔雅，而孔雅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梅夫拉纳，那意思就是呢，我们的师父，指的也就是以旋转舞闻名的梅夫拉纳创始人杰拉尔丁·鲁米。所以这座博物馆的外观铺满了绿色瓷砖，而梅夫拉纳指的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导师，指的也就是鲁米以前是位诗人，透过了旋转舞成立他特殊的教派，来把神结合并祝福传递给世人。
旋转舞非常的神秘，所以呢，它也叫做神秘派主义鲁米。13世纪波斯人苏菲派神秘主义鲁米的陵墓就葬在了梅夫拉纳，所以来到这边，相对之下，你知道，它就没有土耳其政教分离的开放。来到孔亚的梅夫拉纳，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点点的保守。你在街道上看到那些妇女们的穿着，你就可以感受到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旋转舞的发明地梅夫拉纳博物馆。